我是沈岩，是沈家18年前被报错的真千金。今天是我回沈家的日子。看来沈家没那么欢迎我回来。你到了，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？打了，昨天打的，没人接。今天早上又打了一个，管家说司机今天有安排，让我自己来。司机今天早上是我让他去花市取鲜花的，布置要用。姐姐来啦，路上辛苦了吧？还行，家里今天有点乱，姐姐别介意。本来想等布置完再让你看到最好的样子，没想到你来的这么早。我来的不早，通知的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，是你们的布置没弄完，不是我来早了。是妈没安排好时间。妍妍，你先坐，喝点水。不可。本来还想问一下你们，不过现在看来，答案很明显，你们谁都没有记得。今天是我生日。妍妍，妈知道，只是时间没安排开。你不知道，如果你知道，你不会把我的生日当天用来布置别人的生日派对。沈诺的生日，你提前多久开始准备的？蛋糕是定制的，至少提前1周。气球华凡专门找人做的，礼物盒少说挑了好几天。你准备这些的时候，有没有哪怕1秒钟想起来还有一个女儿要回家？那天也是她的生日。你刚回来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就开始指责妈妈了？我没有指责，我在问问题。你那个语气就是在指责。妈忙了一整个星期，要准备诺诺的生日，又要安排你回来的事，你以为这些事儿不需要操心吗？时间撞上了，妈确实没顾上，但你一进门就……你能不能体谅一下？妈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。你说的对，你是第一次。但沈诺的生日，你面对了18次，每一次你都记得。提前1周订蛋糕，提前3天买礼物，当天一早让司机去取花。18年一次没落下。我的生日，你面对了1次，第一次。结果是司机去取了他的花，这满屋子忙着布置他的派对，你连我有没有司机接都没安排明白。你说你是第一次面对，需要体谅。好，我体谅，但体谅不等于假装没看到。你叫他诺诺的时候，嘴角是带笑的；叫我妍妍的时候，像在念一个刚背下来的陌生名字。你让司机去取他的花，让我自己坐地铁，这些不是我编的，是我进门3分钟之内亲眼看到的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想让妈现在把这些全撤了，把沈宁的生日取消，还是你要妈跪下来跟你道歉？都不用，那是他的东西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也不需要你道歉，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。我只需要你记住一件事，我不是来这讨爱的，你们给不给不影响我活。但如果你们想让我留下来，至少做到基本的公平，不是嘴上说的公平，是行动上的。我的房间在哪？3楼左手边第2间。行，沈诺的生日派对照常办，不用因为我说了这些取消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不是要求。以后他打电话，不管什么时候必须接，听到没有？你好，我叫沈岩。我知道。姐，我帮你拿。你刚才在打瞌睡。我设了闹钟的，没响。行了，拿吧。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挺狠的，妈脸都绿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，你说的是事实。事实不需要道歉。他生气是因为被戳中了，不是因为我说错了。这2件事他自己分得清。他们确实偏心，从小就是。沈诺要蛇有蛇，我要个手柄都得磨半天。你是刚回来的，他们那个脑子估计没想过你会在意。我不在意。真不在意？真不在意，但我需要他们知道我看到了。看到了和在意是2回事。我不在意他们爱不爱我，我在意他们是否把我当空气。当空气是没有谈判资格的。左手边第2间，窗户朝南，采光还行，就是有点小，比我那间小1圈，比沈诺那间小2圈。够住了，
你刚才说基本的公平，你觉得他们能做到吗？做不到我就走，我有退路。姐，生日快乐！全家上下只有他说了这4个字，谢了。锁孔虽在，锁心却是空的，这里全无隐私。这是我在这房间里安置的第1件东西。回来了。程硕过来一趟。这就是刚回家的大小姐吧？欢迎回来，我是你爸老搭档程硕。你好。一个外人进这个家，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容易。姐姐，明天我带你熟悉一下家里。好。这绝对不是巧合，有人在背后观察我。先生说给您备一张全楼层通行的门禁卡。姐姐吃完了，昨天说好的，我带你转转家里吧。行，你带路。这是影音室，幕布150寸，霸国外订的。我们周末常在此看电影，上次看的是……我知道了。这边是酒窖，姐姐喝红酒吗？不喝。那以后可以学，圈里社交要用的。不需要，我不社交。没关系，那是爸的书房，平时不让人进。这间是妈的瑜伽室，妈的瑜伽垫是专门定制的，材质很好。姐姐如果想用……不用，我不练瑜伽。那姐姐平时做什么运动？跑步。跑步啊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10岁的时候爸送的生日礼物。学了8年了，姐姐会什么乐器吧？不会。那画画呢？这些是我画的，去年拿了市里青少年组的银奖，爸妈特意给我装裱起来，挂在墙上了。不会。钢琴、画画、红酒、瑜伽，他精心设计这场展览，展品就是我没有的一切。那姐姐平时都做什么呀？除了跑步？我工作。工作？什么工作？自媒体，拍视频、写文案、接商单。哦，就是那种在网上发视频的？对，月入过万的那种。那挺厉害的。姐姐以后有空可以教教我怎么拍视频吗？可以，1小时800。开玩笑的吧？我从不免费工作，家人也一样。我们去看看别的地方，3楼还有个书房。家里的书大部分在爸书房里，这间是我们平时用的。你要是需要参考书，可以来这里找。这2本是谁的？哦，那个不知道，可能是以前谁放的。这间书房很久没整理了。是你的？什么？字迹是你的，和你房间门口那个便贴板上的字一样。刚才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不明那又怎样？我随便看看而已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随便看看，不会在页边写笔记，也不会把书藏在最底层的角落里。你为什么要藏？姐姐想多了，就是2本闲书，我们去看露台吧。不用了，差不多了，谢谢你带我转。那姐姐先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好。我说件事，昨天家里的事我听说了，你刚回来，很多事情还不了解。这个家有这个家的规矩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。哪个规矩？什么哪个规矩？说我不懂规矩，那我想知道具体是哪一条？是亲生女儿回家不配有人接，还是亲生女儿的生日不配被记住这条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诺诺在这住了18年，你回来一天，当着所有人面让妈难堪。我让谁难堪了？我说了一句今天是我生日，这句话让谁难堪了？如果一句事实就能让人难堪，难堪的不是我说了这话，是这件事本身就不该发生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沈诺的生日你送了什么？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你回答就行。我给他订了一辆车，他下个月拿驾照。一辆车多少钱？这跟你有什么？多少钱？60多万。好，60多万的生日礼物，提前订好的，说明你至少在1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。我的生日和他同一天，你准备他礼物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一个亲妹妹，明天就要回这个家了？哪怕不用60万，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，你想过吗？就算这些事我们做得不够好，你也不应该当着外人的面让妈下不来台。有什么事关起门来说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家事。家事就不能被外人看到？还是说你们做的事只有在没人看到的时候才觉得没问题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一件事关起门来说和当着外人说，你们的反应完全不同，说明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不对，你们只是不想被别人看到不对的部分。你回来一天就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。我做了什么？我住了你们给的房间，吃了你们做的饭，装了一把门锁，说了一句今天是我生日。哪一件事搅了你？你具体说。因为我确实没吵没闹没砸东西，我只是说了事实，事实就足以让你们坐立不安。你的问题不是我说了什么，是你们做了什么。我只是把你们做的事说出来了而已。你觉得难听，是因为事情本身难看，不是因为我的嘴有问题。还有，我不需要你的车，也不需要你的礼物，但你连想一下都没有想过，这就是你说的规矩。这个家的规矩是沈诺值得被记住，我不值得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你说什么都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才回来1天？2天，我回来2天了。2天里我听到的是，司机去取别人的花不来接我，我的生日没人记得，我装个门锁就是不懂规矩，我说一句事实就是搅得鸡犬不宁。我说过，做不到基本的公平我就走，这不是赌气，是止损。你这孩子为了这点事儿至于吗？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小事，但小事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信号。这个信号告诉我，你们没有准备好接纳一个新的家庭成员。你们只是把我接回来了，但你们的生活里没有我的位置。那你想怎样？你想让妈怎么做？你说，妈照做。我不想让你怎么做，我只是不想在一个让我不舒服的地方睡觉。我自己的出租屋虽然小，但至少门锁是完整的，没有人会在我吃饭的时候教训。等你们想清楚了再叫我回来。沈岩，你走出这个门，外面没有人认识你，你没有别的家人，你现在能去哪儿？我在外面活了18年，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活得很好。爸，姐说的没错。他走了。什么？沈岩拎着箱子走了，回他自己的出租屋。他会回来的吧？你觉得呢？一个在外面独自活了18年的人，你觉得他缺这个家？明天你去找他，道歉，把人带回来。爸，我跟他道歉，不是商量。姐，你到了吗？快了。姐，我知道他们做的不对，大哥是混蛋，骂是装虎剑，但这个家确实有问题。但你走了，问题不会消失，只会变成没人敢提的东西。
我没说不回去，我说的是等你们想清楚了再叫我。那要是他们一直想不清楚呢？那我就一直不回去。我有工作，有收入，有地方住，这个家对我来说是选项，不是必需品。那明天我能来找你吗？打瞌睡错过我回家，头发永远翘着一撮，说话不过脑子，但每句都是真心话，也是唯一一个说了生日快乐的人。行，明天早上8点，你要是迟到我不等你。还有，低调点。绝对不迟到。温守义的孙女，欢迎回家。温守义，除了我，不该有人知道这个名字。有人在看我，知道的比我以为的多。姐，我到了，在你小区东门。姐，走。今天没穿限量款了。你昨天说了嘛，低调点儿。学得挺快。后备箱打开。第一个客户在城尊村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导航设好了，15分钟到。那比我骑车快了20分钟。所以你以前每次都骑几十分钟去？看地方，近的20分钟，远的40到50。你不能打车吗？打车来回60，我一单赚800到1000，花60在路上不划算。60块而已。对你是而已，对我是1天伙食费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赚钱的？14岁。14？干什么？最开始课余兼职，帮人拍产品图，50块一组。后来学了剪辑，帮小商家做短视频。再后来直接自己做账号，一步一步来的。14岁的时候，我还在打游戏。你14岁有人养，我没有。你的客户在这里面？往里走300米。沈老师来了来了！这位是我弟，不用管他，给他找个角落坐着就行。来，站吧台后面，做一杯芒果冰沙，动作慢一点，倒牛奶时手腕转一下，放松，就当是平时做给客人的。你剪辑居然不用电脑？15秒的视频，手机够了。多久能剪完？你看着。太好了！对了，沈老师，能不能再帮我写一段网上点评的介绍？200块，10分钟，成交。你1个小时赚了1000块，1个半小时算上路程。那你1个月呢？1万到1万5，好的月份2万出头。姐，昨天大哥说你搅得鸡犬不宁，我觉得不对。怎么说？他根本什么都不了解，月入过万的人不需要搅任何人的家。你回去是给他们面子，绝对不是去要饭的。你倒是看得清楚。我又不瞎。走吧姐，下一单在哪儿？我送你飞。先吃饭，下午内要拍1个半小时，中间没时间吃。在这儿吃？嫌脏？没有，就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那正好，2碗牛肉盖饭，多辣。好嘞。城中村生存法则第1条，自带纸巾。这饭比咱家私厨做的还好吃。好吃的东西不需要贵。你以前天天吃这个？这算改善生活了。平时自己煮罐面，加个鸡蛋就是豪华版。1个鸡蛋就是豪华版？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不是在卖惨。你问我，我回答。那以后我请你吃好的。用你爸给的零花钱。那我自己赚钱，请你。行，等你赚到了再说。24块，一顿实实在在的饭。姐，你为什么回了家还坚持自己赚钱？昨天你说做不到公平就走，你真的随时能走？你觉得呢？我有账号，有客户，有收入，有自己的房子，那个家给我的东西，我一样都不需要。那你为什么还回去？因为那个家有我需要的东西。什么？我要创业，靠自己从零开始可以，但太慢。沈家的资源能让我快10年。
所以你回那个家，不是因为想要一个家？我有家，温爷爷给的。这个出租屋就是我的家，而沈家是我的合作方。那我呢？我是你的合作方，还是你的家人？你今天8点准时到了，也是全家唯一一个说了生日快乐的人。你刚吃了一碗12块钱的面，没有嫌脏，没有嫌便宜，吃完了还说好吃。合作方不会做这些事。那我以后天天来接你上班。不用，我有自行车。那我……你把你的成绩搞上去，那比接我上班有用100倍。姐，你刚才说你要创业，需要帮手吗？你能帮什么？我人脉广，A 市这个圈子里的少爷小姐我基本都认识。你要是需要什么资源、什么信息，我能帮你打听。行，记住这句话，以后可能真的会用到你。没问题，姐，你尽管使唤。你在干嘛？出门前的流程，第一步，给固定联系人发定位和预计到达时间。第二步，确认客户环境。看照片，判断是不是正规场所，有没有明显的密闭空间，有没有其他出口。第三步，查客户的社交媒体，确认是真人、真店，有正常经营记录，不是临时注册的空号。你每次出门都这样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个人，出了事没人知道，没人会来找我，所以我得确保自己不会出事。你以前遇到过不安全的情况？遇到过，所以才有这套流程。你那个流程有个漏洞，你说视频确认客户身份环境，如果对方提前录好一段视频，你打视频电话的时候，用另一台设备回放给你看呢？画面是真的，环境是真的，但人不在现场。你看的预录内容不是实时，你到了可能面对完全不同。应该加一个实时验证环节，让对方举起一样东西，发随机数，让对方写纸上举起，这就没法用预录视频骗过去。这个建议不错，我加上。沈老师来了，拍秋季新品8套 look 都挂好了。我弟，今天帮我打下手。好的好的，有帮手效率更高。帮我举补光板，高一点，左边转15度，再高一点。对，就这样，别动。太低，往右偏了。你手在抖，稳住。你弟弟学东西挺快的。调性完全对，成片什么时候能给我？3天内。辛苦沈老师，下次上新还找你。好，提前3天约时间就行。上午1000，下午1200，今天搞了2400，这可是我1个月邮费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漏洞，你说对方可以提前录视频骗我，这个想法一般人想不到。一般人看到通话里对方在动，在说话，就会默认那是实时的。但你第一反应是，这可能是录好的。然后你还想到了怎么破解，让对方做一个我临时指定的动作。录好的视频没法配合，这个思路需要一个前提，你得先意识到眼见不定为实，然后你有能力想出一个验证方法。你物理考56分，但你的脑子不是56分的脑子。你到底是真学渣，还是装的？装的，大概能考级阶前100，如果认真准备，前50也行。为什么装？2年前有一天晚上，忘了东西在爸的办公室，回公司去拿，大概11点多，经过3楼数据中心，我看到里面有灯，门没关严，开了一条缝。我从缝里看到程硕坐在里面，面前开着3台电脑，在拷贝什么东西。数据中心平时锁着，我小时候想进去玩被拦了。爸说那里面是公司最重要的东西，只有他和技术左键能进。但那天晚上程笑在里面，而且他很熟练，不像是第一次。你当时怎么做的？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去告诉爸，但你没有。没有，
因为我转身的时候碰到了走廊里的花瓶，声音不大，但程硕听到了。他从门缝里看了一眼。他看到你了？不确定，走廊灯是关的，我躲在拐角后面。但从那天起，他对我的态度变了，变得更好了。以前来家顶多打招呼，那之后他开始主动问我学习怎么样，要不要去他公司实习，周末要不要一起打球。他在试探你。对，我当时14岁，不懂什么叫试探，但我本能的觉得不对。一个大人突然对你好，没有理由的好，那一定有问题。然后我想了个办法，如果他真看到了我，他最怕的是什么？怕我告诉爸，怕我是个会观察的可能构成威胁的人。所以我需要让他觉得我不是威胁，最好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废物。所以你开始考察？不只是考察，我把自己变成一个除了打游戏什么都不关心的人，成绩烂，上课睡觉，跟老师顶嘴，整天刷手机，爸妈骂我我就嬉皮笑脸，老师找家长我就装死。第一个学期，我从前50掉到200名开外，霸气地摔了我的游戏机，妈哭了一晚上，班主任说我自暴自弃。但程潇呢？程潇他不再主动找我了，不再问学习，不再约打球。在家吃饭时，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从警惕变成了这小子果然是个废物。从那以后，他在我面前再也没打电话不逼我，和爸谈公司不逼我，来家里拿文件不逼我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我就是只会打游戏的玩处少爷，听到也听不懂，看到也不在意。你爸妈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不确定爸是不是知道程翔的事。如果爸不知道，我告诉他会打草惊蛇；如果爸知道，但他选择了不处理，那我告诉他等于暴露了自己。所以你谁都没说？谁都没说。一个人扛了2年，直到你回来，你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说的人，因为你不属于家里任何一方，你是新来的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利益纠葛，而且你比他们所有人都聪明。你做得对，在不确定前，不暴露是最安全的。但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一个人了。现在来说说，你观察到了什么？4件事。第一，程潇每周2次深夜去公司，他去干什么没人知。我从门缝看到他电脑有个文件夹叫 NX7 核心构载，这可是视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像芯片代号。第二，沈诺半年前开始频繁接陌生电话，挂了后人变了，紧张、易怒、失眠。半年前 DNA 结果出来的时间。对。第三，大哥，近1年推3个新项目，供应商全没听过，时间短资本低，拿了审视几千万。空壳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第四，核心团队1年走4个老员工，全去竞品，其中2个去秦氏。你刚说程硕的功耗，你记得吗？文件看过很多次，记住了。今天的事，不要跟任何人提。我知道，包括爸妈。姐，我装了2年，保密这事我比你熟。行，回去吧，开车小心。姐晚安。晚安。这是温爷爷留给我的，我试过很多次，密码一直不对。昨天沈宇说了一个细节，程潇的工号。温里爷也在沈氏工作过，他也会有一个工号。那时候整理遗物拍的，虽然发黄起边，但上面的编号还能看清。2008年，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。在忙？在工作。什么事？晚上有空吗？出来吃个饭。可以，你定地方。翠园7点，我让司机去接。不用，我自己到。行，7点见。你瘦了？没有，一直这样。你现在的学籍在城东一中。成绩怎么样？年级前10。我想让你转学，去锦兰。锦兰中学 ，A 市最顶尖的私立学校，学费30万起，学生家长覆盖了大半个商界圈。锦兰的师资不比公立差，但它的价值不在课堂上。你将来要创业也好，进公司也好，人脉和圈层绕不过去。锦兰的学生家长覆盖 A 市70%商界核心，你在那儿读2年，积累的关系网比你在外面跑10年都多。你想让我去锦兰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沈氏？都有。这个回答比为了你更让我满意，至少是诚实的。行，
但我有条件。你先说。第一，公开我的身份，我不想模糊进入一个看背景的地方，身份不明确，所有人会试探我，我得花时间应付无意义社交，公开了就没人敢试探。第二，以我名义向景兰捐赠，金额拟定，但要足够让学校和外界明白沈家态度，我不是来蹭学位的，是沈家正式推出来的人。捐赠的事我来安排，以你名义建一个校园智慧媒体中心，设备软件全套，预算1500万。他特意选了和我内容创作相关的媒体中心，他在有意识地把我能力和沈家资源绑定。什么时候入学？下周一。行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回家住吧。为什么？锦兰在城北，从出租屋过去1个半小时，从家里走20。我可以住校。锦兰没有住校条件。我不确定这是巧合，还是他选锦兰的原因之一。沈征的事我处理了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你怎么处理的？让他给你道歉。他道歉了。会的，你回去的时候。我回去，不是因为他道歉，是因为锦兰在城北，住家里通勤方便，仅此而已。我知道。如果再出现上次那种事，不会。我不完全信，但我接受这个利益交换。行，我明天搬回去。校服什么时候到？明天送到你房间。好，可以。还有一件事，下个月公司有一场品牌发布会 ，NX7 芯片的产品发布，宣传视频的策划和制作，你来做。我？沈宇给我看了你的账号，有100万播放的视频，你知道怎么做内容。公司市场部做了3版方案，我都不满意，你来试试。预算多少？你报，合理范围内我批。时间呢？发布会在下个月15号，视频需要提前1周定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成片我说了算，市场部可以提意见，但最终决胜权在我，不改来改去。可以。那我明天去公司拿一下产品资料和技术参妙，其他的我自己安排。好，做好了直接发我邮箱。饭不错，谢了。对不起，上次说的那些话不对，你没有搅得鸡犬不宁，是我没想清楚。道歉我收到了，但我不接受。接受意味着翻篇，一句对不起改变不了。什么时候你真的不那么想了，再来跟我说。那我不用刻意做什么，正常相处就行，时间会证明的。这是新同学沈岩，从今天起加入我们班，大家欢迎。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？沈岩，从城东一中转来的，请多关照。坐这里。我叫温小冉，你就是那个沈氏科技的？是。那个媒体中心就是你捐的？以我的名义，钱是我爸出的。你这人挺实在的。没必要装，装了迟早被拆穿。怎么了？做完了，可以交卷吗？你确定不再检查一遍？检查过了。啊，不是吧？提前1个小时。妍妍，你全科第1，总分比第2名高了37分，37分。正常发挥。正常发挥？我们火箭班第2名是蝉联了2年的年级学霸，你比他高37分，你跟我说正常发挥？题不难。行，你厉害，我服了。沈岩，你之前在一中用的什么参考书？没用参考书，就跟着老师的进度走。那你怎么考这么高？上课听讲，课后做题，不懂的当天解决。啊，没什么特别的方法。沈岩，周末我们几个去商场，你要一起吗？不了，我有工作。工作？你还在打工？自由职业，拍视频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什么账号？我关注你。搜沈岩 SY 就行。昨晚看了你的视频，你居然是100万博主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没问。沈岩，你这个人真的很难形容。谢谢。不一定是夸你。我知道，我在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，而是要尽早的站稳位置，做我该做的事。
沈岩，你是？江旭，高三学生会主席，听说过你？听说什么？100万播放视频博主，沈氏千金，3个标签，哪个是真正的你？都是，也都不是。有意思。我在做一个校园自媒体矩阵，3个账号，分别覆盖校园生活、学习干货和创业资讯。目前粉丝总量12万，月均广告收入20万左右。一个校园自媒体月入20万，这数字不正常。团队几个人？核心5个人，内容、运营、商务、设计各一个，加上我统筹。但内容这块一直是短板，缺一个懂策略的人。所以你来找我？看了你的视频账号，从选题到脚本，再到剪辑节奏，都很成熟，不像是运气好蒙出来的，是有方法论的。我需要这种能力。账号做了多久？变现除了广告还有什么？内容方向谁定？还是团队讨论？半年，还有少量知识付费。方向初期我定，考虑一下，不急。这人太完美了，每一个停顿都像排练过，要么是天才社交者，要么是危险对手。让我看看你们的内容数据。明天发你。随便看，有问题随时问我。投钱最多的这支家，全都是沈氏集团的死对头竞品。数据我看了，明天聊。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你说。江旭项目广告客户有鼎新、华新、瑞能，全都是沈氏的竞品。鼎新和华新，我见过，在大哥去年的那份供应链项目合作名单里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当时还觉得奇怪。江旭的社团项目、沈征的供应链都撞上同一批竞品，这绝不可能是巧合。先别动，你继续盯大哥那边，看还有没有别的重叠。我这边继续去看江旭。行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当时看他脸色不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恐惧感是藏不住的。来了，坐。有件事跟你说一下，你妹妹上周分别找了我们团队3个人，单独聊过。聊什么？大意是，姐姐刚回来还不稳定，你们多担待一点。她以前环境跟我们不一样，有些事可能不太懂。原话我没听到，但3个人转述的版本大同小异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他昨天找了媒体中心老师，说想参与媒体中心运营，理由是他在锦兰读了3年，比较了解情况，可以帮忙协调。中心是以你名义捐的，但他试图把自己塞进去。这自己和书房那2本动物行为学书上的笔记一模一样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他不是针对你能力，他是在针对你的位置。什么意思？你的能力他比不了，全科第一，100万博主，这些他学不来，但位置是可以抢的。你在社团，在媒体中心，在同学中间的位置，这不靠能力，靠的是关系。他经营了3年，你才来3周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是好心提醒，还是想看我怎么应对？都有。
姐姐回来了，今天社团活动怎么样？你去找过我社团的人？我只是打个招呼，毕竟都是同学嘛，怕他们不了解你情况，对你有什么误会。你跟他们说我不太稳定。我没有那样说。三个人转述的版本一模一样，是他们同时编同一个谎，还是你说了同一套话？你还去找了媒体中心老师申请参与运营，媒体中心是我名义捐的，1500万，你去帮忙协调什么？那是学校的公共设施，又不是你的私人财产，我作为学生有权利。你当然有权利，但你申请的时间点很有意思。我加入社团第3周，你就去打招呼；我在媒体中心做2期，你就去申请运营。发生在不同时间算巧合，同一周发生，我会信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在针对你？我只是在告诉你，我看到了，你做的每件事我都看到了。你可以继续做，我不拦，但你想清楚，你去抢我捐的中心，学校老师怎么看你？内斗的时候，人会站安静做事的那边，还是到处打招呼的那边？我不是在威胁你，继续这么做亏的是你自己。下次想做什么直接来找我，在背后绕，累不累？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这张图我自己都快忘了，能找到它，需查遍我所有没流量的旧账号。沈诺做不到，有人在给他递刀，这说明他荒道去求后来的人，这人给了他弹药，推着他往悬崖走。我今晚要发一条视频，可能会火。什么内容？需要我做什么？不用，看着就行。好，别太晚。知道了。你想当黑历史，我就把它变第1章。你们看沈岩那个视频了吗300万播放量，所以那夜视视频是他第1条作品，太励志了。之前群里那个截图，原来是他刚起步拍的。沈岩，你那个视频我看了3遍，能不能帮咱们社团也拍一条？你怎么做到18座月入过万的？沈岩，之前的事对不起，我不应该。没事，你也是被人说了几句话，不怪你。你知道是谁说的？知道。那你处理了，不用担心。出来，跟你说2句话。那张截图，聊聊。什么截图？我发错了，已经撤回。那个视频是2年前我在 B 市拍的，播放量不到500，我自己都快忘了有这条视频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就是随便搜了一下，随便搜不到。那个平台没被主流搜索引擎收录，也就是说，要找到那条视频，你需要做一件事，对我进行完整的网络背景调查，翻遍我所有平台的历史内容，包括那些播放量只有几百的用过的旧账号名。你一个高中生，有这个能力吗？你没有，所以那张截图不是你找到的，是别人给你。谁给你的我不问，但我要你想一件事：一个人花精力查遍高中生网络痕迹，找那种2年播放不到500的视频，然后交给你去发。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吗？一个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。
除非他有目的，而他的目的不是帮你。你不了解情况，不需要了解，我只需要你自己想清楚一件事：他为什么帮你？你有没有问过他，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帮你对付我？他图什么？你能给他什么？一个无条件帮你的人，要么是真心爱你的人，要么是在利用你的人，你自己判断他是哪一种。我不逼你现在回答，但你记住一件事，你用别人给的武器来对付我，那把武器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，也不知道它还能做什么。有一天，那个给你递刀的人，如果不需要你了，那把刀会转过来对着谁？想清楚。谢谢关注，暂不考虑签约，但可以交个朋友。欣姐，听过新桥传媒吗？新加坡的，最近投校园号。打字速度慢了，大概在查。谢谢亲姐。林明远跟程硕同一届，大学同学，江旭项目的钱竟来自程硕同学的公司。秦红，秦氏集团，沈氏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温爷爷留的，我解开了，里面有东西。你直接说重点。08年，核心专利被贱卖，值2亿，1200万转出去了。卖给谁？一家壳公司，往上追3层，最终指向秦红。秦氏？对，当时负责交易的法务总监，半年后车祸死了。温爷爷在备忘录里写，我不确定这是巧合。从那之后，公司里没人再提这件事，温爷爷也被借口赶出公司。所以他离开后一直在查，然后在福利院系统找到了我。他知道我是沈家孩子，收养我不是巧合，是故意的。为什么不送你回去？因为他不确定沈家安全，内部都被渗透了，把孩子送回去，等于送到人家眼前下。你难受吗？什么？一直以为他是好心的老人，先发现他是有目的的。有目的，不代表没有感情，这2件事不矛盾。18年，这是一个18年的计划，可能更久。报错这件事时间太巧了，和专利转让是同一年。沈诺的出生证明，生母那一栏，秦轩，秦红的亲妹妹。所以沈诺是秦家的人。对，但我觉得他自己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如果他知道，反应不会是现在这样，拼命想留在沈家，害怕被赶走。他是真的把这里当家。那程硕呢？他知道？他肯定知道，这是他能拿捏他的原因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听，只知道听话能保位置，但真正的筹码是身世。行，下一步呢？沈征。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爸？2个原因。第一，温爷爷的备忘录有爸和秦红的对话录音，我还没听完，但说明关系比以为复杂，没搞清楚钱不能贪。第二，沈征有公司内网的权限，真正的证据、合同、流水、审批记录都在里面，需要他从内部配合。怎么让他配合？直接告诉他。不行，下次在家吃饭时随口提一句，有科技媒体在写文章，写沈氏供应链的文章，就这一句，别多说。然后他会自己去查，他那个人最怕被打脸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在这儿住了多久？2年。走吧，回去演戏。看什么呢？科技号在写沈氏供应链。吃饭别看手机。还没发，但圈里有人转截图了，说要把新项目供应商。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好好吃饭。上车，聊聊。供应商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3家供应商背后同一个投资方，我查了股权穿透，最终指向开曼离岸公司，注册地址和秦氏海外平台在同一栋楼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怎么确定？那天沈一提媒体调查，你的表情一点都没变。听到自家公司被扒，正常人多少会有反应，你完全没有。
说明你早就知道了，比记者知道的还早。是程硕吗？你觉得呢？我查过恒远成立时间，2020年9月。我的第一个项目是2021年3月，提前半年知道计划，布好局等我跳。知道你计划的人不多。程硕，他是我的项目导师，供应商都是他推荐，每一份合同初审都经过他的手。2年，我帮他做了2年事，每一份合同都是我签字。所以你来找我，不是找爸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事爆出来，我是经手人，在爸面前承认我被骗了2年。行，那我跟你说几件事，听完再决定怎么办。他不是跳槽来的，他是被派来的。2年前他公司被秦氏买，跳槽到沈氏成了导师，手把手带你做项目，供应商全是他推荐。我怎么没发现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需要你做件事，继续正常上班，别让程硕看出你知道了。你要我装？暂时，现在翻脸他会销毁证据。那我的责任呢？那些合同都是我签的。只要证明他怎么操控你，怎么推荐供应商引导决策，你的责任可以洗清，前提是证据链完整。对不起，之前的事，你回来第一天我说的那些话不对。这次我接受，因为你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我了。那现在说正事，需要我调什么文件？列个清单。今晚发你邮箱，加密的。行。还有，那天在走廊里，你跟我说你好，我叫沈岩，当时我觉得你多余，现在想想，是我多余。第一批，剩下的明天给你。大哥入局了，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加班的人，或者像程硕一样深夜做鬼的人，但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。你喜欢这个对吧？上次你跟妈去公司，我看你点的就是这个。什么事？下周品牌发布会，你知道吧？你姐姐负责做宣传视频，我想给她个小小教训，让她的视频出点小差错，或者颜色出问题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让她在全公司面前丢脸，让她知道这个家不是她说了算。你是沈家人，进后台不会有人拦你，把这插进播放电脑，替换原来的视频文件就行，3分钟的事儿。这真只是让视频卡顿？当然，我还能害他不成？只是让他出个小丑。你想想，他回来才多久，就拿到发布会策划权，你18年都没这待遇，让他知道轻重，对你也好。我知道了。好孩子，做完之后告诉我一声，不着急，发布会前一天做也来得及。他不是在帮你，是在用你。你做的事会让你将来被抛弃且没人同情。卡顿几秒，3分钟的事，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做？好孩子，他不留文字，全部用自己手机，他在保护自己。那如果出了事，谁保护他？沈玉，能跟你说个事吗？走吧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一直被人骗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要看骗我的人是谁，以及我还没有选择余地。如果还有选择呢？那就选。
被骗不丢人，发现被骗之后还继续配合，才丢人。他的眼睛和沈岩很像，但带着一种不评判他的温度。谢谢。沈诺刚来找我，他在犹豫什么事，我觉得他快做决定了。进来。有人让我把这个插进发布会的播放电脑里，替换视频文件。谁？他说什么？说只是让视频卡顿几秒，让你在发布会上出丑。但我不信了。为什么不信了？因为你上次说的话，他为什么帮你？你能给他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我给不了他任何东西，所以他不是在帮我。还有，如果真的只是让视频卡顿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做？他有权限进后台，但他让我去做。因为出了事是你的责任。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。不是让视频卡顿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窃取程序。如果你把它插进发布会电脑，会在后台偷走核心芯片图纸，然后发到外面去。这不是让你出丑，这是商业间谍。如果你做了，背锅的是你，不是他。我差点……你没有做，你把它交给了我，这就够了。他骗了你，但你自己选择不继续被骗，这是你的决定，不是我逼你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手机里跟他的聊天记录还在吗？在，我没删过。给我看一下。从问候到要黑料，再到这次的 U 盘，整整2年，这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操控链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再联系你，不要回。他问 U 盘的事就说拖着，说还没找到机会。拖到什么时候？拖到我说可以为止。回去睡觉，明天正常上课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姐姐，谢谢你。不用，早点睡。时间这么巧，秦红发起了资本层面的合规攻击，没法用揭露商业间谍来阻止。原来那版是防守，现在要进攻。这简直是自乱阵脚的送死，不能推迟，推迟等于告诉市场我们出了问题，股价会跌更多。不会出差错。进来。什么事？发布会方案要改。怎么改？原来那版是正常的产品宣传，现在不够了，我需要重新做一版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情况不是发布新产品，是打仗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股价跌停，市值蒸发20亿，3家机构集中抛售，背后是秦氏。发布会取消等于认输，照常办又可能出事，所以不能照常也不能取消，要换一种办法。你怎么知道是秦氏？程硕是秦红的人，他通过壳公司操控了大哥3个项目的供应商，同时通过海外传媒公司给景兰的校园自媒体书写，那公司法人是他大学同学。另外，他让沈诺在发布会上植入数据窃取程序，目标是 NX7 摄图纸，
就是我做视频的那个项目。程序现在在我手里，沈诺把它交给了我。你查到这些花了多长时间？3周。我花了5年。什么意思？5年前我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里说你被调换了，我做了 DNA 对比，确认了。你5年前就知道了？没错。为什么不接我回来？当时沈氏在准备上市，这种新闻爆出来，建立的体系容易崩。所以你等了5年？等合适的时机。什么时机算合适？秦氏渗透加速，程硕频繁调取核心文件，我需要一个秦氏不认识的人，一个没防备的新变量进来搅动水面。你回来的时间点是我安排的，所以我不是你的女儿，取而之代的是被彻底撕碎后的极致。我是你的妻子。你是我的女儿，也是我能信任的唯一妻子，这2件事不矛盾。行，但这是合作，不是施恩。你要什么？事成后，品牌战略部独立决政权，人事、预算、内容方向，我说了算。可以。还有一件事，以后有事提前跟我说，不要再让我自己查出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妍妍，注意安全。爷爷写这些时就已经预见到了今晚。刚才在书房先谈条件再谈关系，完全应验。反击。看到他了吗？第2排中间，西装胸针，笑得盯着跟弥勒佛似的。他如果动，告诉我。收到。那他现在以为播的是他下载的那个版本，但实际上播的是我的真实版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会等信号，等不到就会慌。然后呢？然后法务部会发通知，一封内部调查通知到他邮箱，他看到通知会第一时间回办公室删文件。但文件已经被你锁了。用温爷爷的旧账号锁的，他删不掉。实在太绝了！今天辛苦了，别紧张。不紧张，一切就绪。你不知道这是你最后一次以沈氏副总裁身份走进会场。搞定。他回办公室试图删文件，被锁了。法务和安保已经进去了。他什么反应？愣了大概10秒，看到锁定程序的账号，脸色变了。我猜他认出了那个工号。温守义的。对，他大概没想到一个死了3年的人还能锁他的文件。那是我爷爷。你爷爷厉害。他反抗了吗？没有，就说了1个字好，但眼神变了，不装了。文件呢？1份没删掉，全部锁定，备份也同步到云端了。行，辛苦了。做得漂亮。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程硕倒了之后，秦红会怎么做？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是赢家那边的，目前看来是你这边。秦红下一步的计划都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不是帮你，是投资你。校园项目的钱是谁的，我知道，你也知道。下次聊。第1局赢了，江旭的情报全部命中，秦氏第2波抛售被防住，危机彻底解除。对不起，为了把你当妻子的那5年，我不需要愧疚，需要尊重。好，我明白。品牌战略部，下周1我报到。这个没问题，你要有什么需要的也尽管提。行啊，我之后可就不客气了。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都行。
各管一盘，互不干涉，有交叉提前沟通。行。帆布包能不能换个公文包？不换。他没有说对不起，没有说妈妈爱你，只是握着我的手安静的哭。我查到了一些关于你身世的事，你想知道吗？你的生母叫秦轩，是秦红的亲妹妹，你是秦家的血脉。你被安排进了沈家，程硕知道这件事，这是他能拿捏你的真正原因。说完了。我知道了。18年，我活了18年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现在知道了，接下来怎么活，你自己选。就像经历了1夜的死期关机，他重新启动了。我不想认秦家，也不想继续顶着沈家女儿的身份。我想去学动物行为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跟沈家没关系，跟秦家没关系，跟过去18年所有事都没关系。是我自己想做的，而且我想搞明白，为什么人会做出那些事，为什么我会做那些事。那就去。不管有没有血缘，养了18年的感情是真的。你想去哪里学，妈都支持你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抱苏婉，不是为了表演，不是讨好，只是因为想抱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知道我身世时没有把我当敌人。你本来就不是敌人，你只是被放错了位置。这是我之前从书架底层翻出来的，他到底还是带走了他们。沈诺离开后，沈家彻底安静了。下学期前10，你等着。先把这学期补习作业写完再吹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写完？写完你早睡了。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恐怖？爷爷，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姐，下来吃饭，今天我做的。你做的？上次你做的蛋炒饭差点把厨房炸了。那是意外，这次我做的是煮面，煮面总不会炸吧？那得看是谁煮的。姐，你到底吃不吃？来了来了，